我用500块，在6个月内我翻成640千，参与这个 campaign， 你就有机会得到0.1个 BTC， 就是差不多3000多马币。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N 圣诞做手过客，我又回来啦。所以今天拍一个特别一点的系列，就是我来做一点开箱。因为在前几天呢，我就看了一个视频，想要拍一部也是做手表。Today we're gonna unbox the Breguet watch. 开箱了 ，OK。所以今天就来开箱这个我前2-3天订的这个 Apple Watch，OK。所以我们来开箱啦，就不废话。所以我们这里撕开它，哇。OK， 先看稿。有一些人，如果你们有听过我故事或者有跟踪我的话，其实都知道我本来不是一个 Apple user 来的，因为 OK， 我是在去年我21岁的时候，我才买了我的第一个 Apple phone。OK， 我从来没有用过 iPhone 了。可是用了 iPhone 过后呢，我就被它吸引了。到现在，我现在几乎慢慢，现在手表换，然后我现在也买了一个 iPad， 只是还没有到货。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看我再继续开箱的话，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Breguet is another one of my favorite brands. 所以我已经慢慢变成苹果的粉丝了，就是我很喜欢 Apple 这个品牌，我觉得 Apple 这个品牌真的是太聪明了，这个公司真的是太给，一用了它，你根本就不想用其他的品牌。这样回来这里The history of Breguet. OK， 既然我那么喜欢 Apple， 我自然就会懂一点点它的历史啊。它的历史是它是几时创立的？哎呀。It's been around a long time, since 1775. Apple 呢是1976年创立的一个公司，历史很悠久，已经差不多40-50岁，已经差不多50岁了啦。Okay， 然后第二个很尴尬。You can see it's, again, anything luxury, beautiful packaging. 所以你会发现到，你看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 Apple 的设计？你看它的设计都是很与众不同啊。 I like how you see most watches, they have the square box,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shape, so it looks already different. 一般上你去买手表，对不对？都是一个4方盒的嘛，好像那种钻戒，只是比较大版的那种，可以这样开起来。可是 Apple 你看它不同了，它设计就是设计成长条状，包装是很细腻的。你看你一撕，你不用好像又去找剪刀啊，又去拿刀啊还是什么？你看我就是这样一拉，美。OK， 看有什么漏奖。这样开啊，因为第一次买。Now here's the thing, watch. When I press this, right, boom, that's the watch itself. 这样开嘞？哦 ，OK， 是这样开 ，OK。连开包装都有点不同，从底部开了 ，OK， OK， 所以这个就是 Apple Watch 啊，它的包装都会放到很精致、很精美，你看。The warranty certificate, all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You can see in French, English, Italian, Japanese, Chinese. 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 warranty 有不同的语言。如果你要学马来文、学华文、学中文，这边全部可以看。都它的 cable charger 最重要的是这个，差不多是这样子啦。OK， 它的带嘞 ，OK， 它带原来在下面。这个带也是你看 Apple 就是不一样，它为了赚你的钱呢，它的 band 就蹦了几百条给你选了。单单你买它的 band 都假的啊，是不是这样开先？这样开哦 ，OK， 这边啊，每一个都有给你一个很明确指示，这样开的。OK， 这样开，然后怎样 ？OK， 哇，看是不是不一样嘞？有给你选择长跟短，如果你的手肥了粗了，你也不用怕，你有2条可以选。所以我现在很瘦，所以我先选短的先。所以我们把它装在一起，是怎样装嘞？应该是这样子挂，应该是短的在下面。OK， 好了。就 lock 着了，对吗？好，跟旧手表讲拜拜。先，哎呀，我还是会带你的，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手表，先放一边先。OK， 我们来看一看怎样戴上去。哇，这个有点难戴。所以我现在很瘦，所以我先选短的先。那怎样戴呢？很难戴耶，怎样戴？我了喂，2000 years later。 2000 years later。怎样戴？如果真的戴不到，是我真的开了咩？很好，我要怎样换去粗的？是不是按那个 ？OK， 是。好，我算大条一点。
因为因为男生嘛，我的手比较粗，男生的手都是比较粗的，所以要戴粗一点，这是正常。怎样戴嘞？我真的是不会，还是我已经戴错方法了？你们在下面如果看到的话，可以给我，应该没有错吧？没有啦，这个太长了，瘦的应该可以，只是改我戴的方式不。OK， 扣上去。是这样嘛？我记得人家戴的是很美的，怎么我的是一条出来的？是不是我装错了？我觉得是我装错了。OK。2000 years later. 成功戴上去了，结果戴到反击蛋糕。哦，我懂了，是先扣先，不用先塞进那个洞，先扣了先找一个比较适合的洞插进去啊，然后才这样啊都 OK， 应该对了。所以我要怎样开机呢？说明书。在这边开，笨蛋，按下面的。Buka App Apple Watch， 很多人会问我周末要买 Apple Watch 哦，因为很多人 comment 讲叫我做一个开箱嘛，因为他知道我买一个 Apple Watch。为什么我要去买 Apple Watch 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是什么？等一下 ，OK， 我要的是这个东西，我要用的是什么？计算机。为什么我要买这个呢？为什么我放在这边我就可以去买东西？我要算账，全部就可以这样点，然后加2块钱，算2块，然后很方便。所以你要去，好像你去外国的话也是，你要算汇率的话也是这样，乘4.2美金。你就知道你用了马币多少钱，哇，用了100多块 ，OK。Apple 有一句名言，我很喜欢听的是什么？是Everyone can buy, just do operation one time。逛街的时候啊，或者去逛衣服店的时候，人家都会讲，这是 Apple Watch 吗？他都会问，因为它的设计很独特，很吸引人。今天我会拍这个小 video， 有一点小恶搞，可是其实我要带出的是什么？这个纸先收起来。OK， 所以我想要带出的是，你要怎样做到像 Apple Watch 这样子，就是人家就是一喜欢上你啊，就是他不会轻易去换一个品牌。为什么 Apple Watch 它第一，我会把它分为2大类。为什么它可以even都这么贵的价钱，他还是会去买的？原因是第一，它抓住了客户的沉没成本，就是什么我们叫做移换成本。移换成本就是今天你用了 Apple 可能用了1-2年，可是今天突然间华为出了很顶的电话，就 Android 他们可能有一个很强的电话出来，可是你也不会随便去换。even 都它很便宜，因为你很多资料都存在 iCloud， 在 iCloud 的系统里面，你可以把所有你的照片啊、你的个人的东西都上传在那边。所以它是做这为你服务的东西，就是它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当它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换品牌，因为你知道你一换过去，你的所有东西可能你要重新转发过去啊 ，account 你要去重新注册过，所以你会觉得很麻烦。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它 lock 住你的原因，就是它用服务来 lock 着你，好像它的 iTunes 啊、它的 iCloud 这些全部都是它锁住你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就是我讲的 emotion selling，emotion selling 就是它今天你听到 Apple 它每次卖你，虽然它的 product 是很好，可是它的 product 其实不用卖到这样高价钱的。你看华为它做到这样给，可是它的价钱还没有像 Apple 这样贵。可 Apple 之所以可以卖到这样贵，是因为它的 branding 很强。它的 branding 就是你一听到 Apple 的感觉是什么？你不会先想到的是iPhone 的性能极好还是极好，你会想到的是很高端的相机也好啊，或者是你不会想你会想的是它的，因为贵嘛，贵的话自然会联想到高端。带着 Apple 的话，讲穿了的话，你就是有一点带着都有风的那种感觉。它卖的是什么？你的 emotion， 因为你觉得你带了它过后，你就会好像走在高端上面。再来就是它的设计，就是很时尚啊，好不止好用，而且它好看。OK， 它是内外兼具的一个品牌设计理念。所以讲了这样多，这样你要怎样去用这个 Apple 的这个公司的做法跟一些生意模式去套用在你自己身上？我今天就讲一个重点就好。如果你要从 Apple 这个公司身上学的东西的话，它有很多个点可以让你学习。可是最重点可以让你学习到的是什么？它的 signature offer。signature offer 就是市场上我们所谓一直强调的竞争优势。你有什么是别人没有的，人家提供不了的？第一就是你的 branding， 自己的 branding 怎样做？如果你讲个人品牌、个人 branding， 你要做到就是人家喜欢看你的东西，或者是人家喜欢用你的东西，这就是 branding 的威力。人家不会随便因为别人比较强他就换去用，因为人家就已经跟定你了，这个是 branding 的威力。再来就是你的 provide 给人家的价值到哪里，是不是比一般市场上 provide 的 value 更高，或者是可以是你的资源更多，可以是你 provide 的 value 更大，人家跟别人比的时候，他觉得跟你合作更划算，买你的东西更划算。划算不一定要是便宜，它可以是 value 是什么？假 Apple 来为例子
Apple 的话，你可以把所有东西存在 iCloud 上面，所以 even though 你换电话也好，你不用一直好像可能一些 Android 的电话，你需要转那些 file 转来转去，全部就在云端上面，很方便。再来就是 Apple 主打它的相机哦，那时候 iPhone 11 Pro 刚出的时候，一直会拿被 Samsung Note 10啊，如果我没有记错 ，Samsung Note 10的那个拍摄相机的那个功能也是很不错的。可是你看，为什么还是很多人会偏向于用 Apple？ 其实我可以讲，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 emotion 的问题，他们两个的拍照效果都是很强的，都是很给的，都是很美。只是他们两个的那种，我们讲它的那种色感啊，都比较不一样。iPhone 会跑偏向比较真实一点，可是 Samsung 就会跑比较有滤镜、有美化过的那种镜头，所以这种就看个人偏好。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Apple user 的话，我可以跟你讲，很大几率你还是会用回 Apple， 因为你已经用惯它了，再加上它的相机又是数一数二，可是只是有一个竞争对手，可是那个竞争对手没有办法足以去打垮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锁着你了，你已经被它的 branding 吃着了。这个也是为什么 Apple 可以依然在今天还是，虽然有很多谩骂声，有很多批评啊，可是它还是站稳稳在第一位，在科技类的产品。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今天这期视频有帮助到你更了解新的知识的话，记得不要忘记订阅、分享，还有 share 给你的朋友，还有你帮我点个赞，在下面 comment 留言区。如果你想要继续开箱 iPad， 或者想要听我讲什么其他的题材，在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So 这里是 Anson Dan The Traveler 做手过客，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